本期要讲点物理的东西，大家先不要关掉。告诉我有没有用放大镜或者凹面镜点燃过东西？我记得在初中那会儿，上完物理课后一定要买个放大镜，然后在上课的时候点苍蝇丸。当烟雾冒出来的时候，心里就长舒了一口气。原来物理老师讲的都是真的。其实这些物理知识时刻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有的时候可能在不经意间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物理原理，而严重一点的也有可能爆发出一系列的致命事故。就好比本期要讲的这个建筑物。那说到建筑，除了豆腐渣工程会造成光污染之外，还能对人产生怎样的威胁呢？小伙伴们可以在弹幕里补充一下。其实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无意间得知，有的建筑物除了造型奇葩之外，竟然会散发出死亡射线，不仅能够烧掉路人的头发，竟然还会融化路边的汽车。这是什么新型恐怖故事？然而不查不知道，原来涉事的建筑物都出自同一建筑师之手，这真的只是巧合吗？这是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摩天大楼，由于造型独特，所以也被称作为对讲机。自从2014年8月对讲机对外开放以来，它就一跃成为了英国最丑的建筑物，没有对手。从外形上来看，这栋37层的建筑越到顶部越宽，是典型的头重脚轻。另外，它的外墙还是弧形设计的，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人送外号对讲机了。但实际上，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外号。首先，它不是四四方方的，也没有天线，倒挺像是卫生巾的。能想到这个设计的也是鬼才了。不过再怎么说，缺乏美学都只是小问题，对讲机马上就会出现一桩又一桩的旷世奇闻，而且能够惊掉所有人的下巴。马丁·林赛是今天第一位受害者，他做过最错误的决定，就是将自己的捷豹 XJ 停在这栋建筑物对面的街区，因为不到1个小时的功夫，车子的后视镜和面板就被对讲机反射下来的强光给烧融了，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塑料气味。另外一位受害者就是 Restyle 的理发店店主，事发时他正在店内忙碌，没想到门口出现了烟雾，原来是店子自燃了起来。于是他和几名员工赶紧设法灭了火，最后还是烧了个大洞。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还有几个顾客刚想进门，显然被这无名的火给吓退了，迅速离开。然而这些都不是个例，停在对讲机附近的一辆自行车的座椅也被强光给烧坏了。有记者还做过实验，在平底锅里打了一个生鸡蛋，没过多久直接变成了荷包蛋。还有一家咖啡店尝试过把面包拿到外面，竟然也能烤，这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虽然往好的方面说，这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节约能源，但这怕不是在高级黑了，因为对于受害者来说，这次的自燃是身外之物，如果不严肃对待，下一次自燃事件可能会相当的致命了。其实这一切的乌龙都要归咎于对讲机的凹面设计，阳光被反射到一个非常局部的点，产生了巨大热量的死亡射线，从而导致了油漆起泡、塑料融化、织物自燃等现象。当然，这就不得不把对讲机的设计师给找出来了，他的名字叫做拉斐尔·维尼奥利，是个乌拉圭建筑师。面对公众的指责，拉斐尔很爽快的就承认了自己早就知道他可能会把阳光反射到下面的街道里，但没想到温度会这么的高。拉斐尔还表示，在原始的设计当中，朝南的立面上是有设计遮阳百叶窗的，但随着项目的发展，为了削减成本，百叶窗就被 pass 掉了。而在第二版设计当中，他们也有考虑过这一点，可由于缺少精准分析问题的工具，他们只能粗略地计算出阳光聚集的温度大约是36摄氏度左右，这个数字非常安全。可事实证明，温度至少会达到72摄氏度，人是根本待不住的，难怪会被称作为死亡射线。最后，拉斐尔也透露，这栋建筑物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未来只能一点一点去处理了。在事情闹大后，这栋摩天大楼立刻被推上了风口浪尖。2015年，对讲机被评为过去1年当中英国最差的建筑。拉斐尔本人则表现得很无辜，明明是开发商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又不全是自己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开发商则接受了公众的批评，他们公开表示已经获得了许可证，将在凹形设计的地方安装遮阳棚。至于受害者的损失，开发商也都会支付维修费用。不过在拉斐尔的建筑设计当中，对讲机并不是唯一一个引发自燃的建筑。早在2010年，位于美国拉斯维加斯市中心的维达拉酒店也出现了死亡射线，而这栋建筑也是出自他手。某天中午，一位名叫比尔·平塔斯的顾客刚从泳池上来，回到旁边的躺椅上，突然感觉到头皮一阵发热，像是火烧了起来。而事实证明，比尔的直觉非常的准，他随手揉了揉头发，立刻把手收了回去。此时的他吓坏了，一下子从躺椅上窜了起来，本想躲在遮阳棚下面拍掉火苗，但即使有酒店员工的帮助，也都无济于事，他一下就钻进了泳池。这次的经历可谓是惊心动魄，虽然火不大，但差点害得比尔成了秃头。为此他非常的后怕，因为比尔以前住在迈阿密，
经常在阳光下面暴晒，什么烈日没有见过，最多只是皮肤被晒伤。可没想到这次竟然到了自燃的程度，真的是不可思议。不过酒店员工的反应似乎很冷静，原来比尔并不是第一位遇到死亡射线的顾客了。由于酒店设计成弧形凹面，当太阳以一定的角度照射玻璃时，会反射大量的光线，这个57层楼的酒店瞬间就会成为一面巨型凹面镜，向泳池发射光线。根据记者调查，最热的焦点大约为3米乘以4.5米的一块区域，在每天中午前后90分钟内，该区域的温度至少会升高20摄氏度。随着太阳的升降，最热的区域还会移动，就连旁边的人行道也酷热难耐，根本就走不了路。所以即使酒店设置了厚厚的遮阳伞也没什么用，不仅每天要移动位置，效果也不尽人意。酒店员工还告诉比尔，这点都不算什么，之前就发生过各种离谱的事情，就比如印有维达拉酒店 logo 的报纸袋被晒出了洞，再比如塑料杯也直接被晒化的情况，可想而知当时的温度该有多么的糟糕。不过这些情况酒店都早就见怪不怪了，管理层甚至都不允许员工说死亡射线这几个字，相反要换个说法，这是太阳汇聚现象。其实打从一开始他们就想到这一点了，于是在酒店窗户上贴了一层薄膜，说是能把反射的影响降低70%。但是酒店营业的第一个夏天就传来了坏消息，不少顾客都被严重晒伤，员工们只能告知对方这是太阳汇聚现象，建议他们做好防晒工作。自从头发自燃事件过后，酒店管理层开始考虑购置更大更厚的遮阳伞，还打算给顾客提供高倍数的防晒霜。他们还承诺过会着手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比如挑选一些高科技产品来应对死亡射线。看来拉斐尔设计的这2栋建筑都有类似的缺陷，但面对质疑，他本人是不服气的。首先，他表示维达拉酒店和伦敦对讲机的问题是2回事情，他可以保证自己是完全按照规定设计弧形塔楼的。其次，拉斐尔也大倒苦水，他坦言在伦敦这座城市，大环境对建筑师是很不利的，这个职业往往是被边缘化的那一位。有太多的咨询公司和次级咨询公司在中间掺和，轮不上建筑师插嘴，所以拉斐尔也常常不知道自己处于哪个位置。至于开发商呢，问就是全球变暖的问题，让人无话可说。不过就在公众扯皮，责任归咎于谁的时候，环保人士的见解总能独树一帜。他们认为死亡射线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能源，有些发电厂就是采用凹面发射镜，将太阳光线引导到塔顶的中心焦点，在那里热量被储存并转化为电能。其实在拉斯维加斯还有不少建筑也都存在死亡射线的问题，就比如曼德勒海湾度假村，在早春的时候，许多泳池的客人为了找到晒太阳的绝佳位置，甚至还会特意找光线最强的区域。在洛杉矶，著名设计师弗兰克设计的迪士尼音乐厅也遭到了公众投诉，不仅提高了附近建筑物的温度，无形之中还损坏了路人视力。后来该音乐厅也不得不打磨外部的金属表面，来降低太阳光的反射率。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不管是建筑师本人还是开发商、酒店管理层，既然都预料到了该设计缺陷会带来的后果，为何还是出现受害者了呢？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或许正如拉斐尔所言，一栋建筑物从最初的设计到最后投入使用，经历了太多环节，很难十全十美。更何况在许多现实问题上，建筑师本人是没有办法左右的。当缩减成本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时，那么不管多小的设计缺陷，最终都会被放大。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有没有通过凹面镜或者放大镜点燃过东西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